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我们现在呢正在学習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那現在呢我們在學習的是聽力的第一部分。在聽力的第一部分，你會聽到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的對話，然後你會聽到一個問題。那這裡有 A、B、C、D 4個選項，你要去根據你聽到的內容和問題來選擇哪一個是正確的。在前邊呢，我們介紹了很多這個選項 A、B、C、D 的類型，也就是說有哪種問題，哪種 A、B、C、D。那我們已經介紹了8種，然後我們也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還有就是一些詞彙。那現在呢，我們來看第9種，就是地點。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A、B、C、D， 它都是地點的詞。比如說 A 是學校， B 是飯店， C 是商場， D 是地鐵。那我們看到這4個地方，我們就應該知道它的問題應該是哪兒是哪兒。那麼如果你想知道他們在哪兒，或者他們要去哪兒，那你一定要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因為他不会告訴你直接的答案。我们现在在商场，他不会這樣說。你需要注意去聽的是他們正在做什麼。如果你聽出來他們在做什麼，你當然就會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比如說，如果他們是在考試，或者是在討論留學的問題，報名、申請，或者在圖書館、教室，那麼你知道這個應該是在學校。然後呢，比如說，如果你聽到的是關於飯店的入住、房間號碼、行李、叫醒服務，有沒有早餐，那麼這個應該是在飯店。如果你聽到的是關於一件衣服合適不合適、便宜不便宜，或者結賬，或者買單，或者刷卡，那應該是在商場。那如果在地鐵裡邊，你會聽到什麼內容呢？你很有可能會聽到下一站是什麼什麼站，或者是這一站可以換成幾號線。那這樣的內容你能夠聽出來的話，你一定可以做出來這個答案。那我們現在呢，首先來聽一下這個題目，來做一個小小的練習。6，小姐，我們可以坐這兒嗎？對不起，3號桌已經有人訂了，您這邊請可以嗎？對話最可能發生在什麼地方？好，那我們聽到的問題是，對話最有可能發生在什麼地方？那大家聽到的是什麼內容呢？是關於桌子的問題我們可以坐這兒嗎？對不起，3號桌已經有人訂了。那麼坐在這兒，3號桌有人訂了，那這樣的內容一定是發生在吃飯的地方，那就是飯店。因為很多同學呢可能不是特別清楚，飯店這個詞在漢語裡邊，它可以是吃飯的地方，當然也可以是住的地方，兩個地方都是可以的。那在這裡呢，它是一個吃飯的地方，所以坐在這兒可以嗎？不可以，3號桌有人訂了。好，答案是 B， 飯店。你做對了嗎？那麼我們可以知道，不可能告訴你直接答案，只有可能你根據它的裡邊的一些詞和句子來判斷他們正在做什麼，然後再來判斷他們是在什麼地方。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些詞彙。那這些詞彙呢，可以告訴我們在什麼地方。比如說呢，在飯店裡邊，點菜、菜單、請客、訂座位、顧客、客人等等。如果你聽到了這樣的詞彙，那或者是你聽到了這樣的內容的對話，那它一定是在飯店了。
那如果是購物、價格便宜、信用卡、现金、收银处，或者是櫃檯、發票等等，你聽到這樣的內容，他們應該是在商場、超市或者商店，他們在買東西。那麼如果是在地鐵、車站、機場，那就是檢票、乘坐、2號線、登機口、入口、行李這樣的詞彙，它應該就是在地鐵、車站、機場這樣的地方。如果你聽到了相關的詞彙或者內容，你一定可以判斷出來它們是在什麼地方。那像這樣的詞彙和內容，希望大家呢要盡快熟悉起來。特別是比如說有的同學呢很少坐地鐵，所以不了解坐地鐵的時候你會聽到什麼樣的詞彙。那像這樣的情況，如果在考試的時候你遇到了，你有可能沒有辦法判斷出來這個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那這樣的情況呢，大家一定要避免。所以你一定要去學習一下，甚至我建議大家去地鐵裡邊走一走啊，你去坐一次地鐵，看看這個情況是不是這樣的。那這個是我們學校的生活，可能是很多同學非常熟悉的，因為可能你就在學校裡邊。飯店呢，吃飯的相關的這些內容，大家也應該很熟悉。買東西也很熟悉。那可能地鐵和車站、機場，一個是公共汽車，可能很多人不經常坐，或者地鐵很多人不經常坐，那這樣的情況你應該再去學習一下。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包括我們第一部分的詞彙，希望大家盡快的熟悉起來。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我們看到了4個詞郵局、博物館、農業銀行、建設銀行，2個銀行。那記住銀行的名字。那我們來看一看，如果是在郵局裡邊，你有可能会聽到的是我要寄包裹，或者是我要寄信，或者是我要買郵票，或者是我要買信封。在郵局裡邊是這樣的內容。那在博物館裡邊參觀自然或者歷史，或者你有可能會聽到請大家看這裡，或者是說請大家不要拍照等等，在博物館裡面可能會聽到這樣的內容。那在銀行裡邊可能會聽到人民幣、信用卡、取錢、換錢、密碼，比如說請輸入密碼。那這個句子一定是出現在銀行裡邊的。那在這裡呢，老師加了一個是在酒吧。那在酒吧裡面就喝酒、聚會或者是約會，那這樣的地方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好，那這裡有4個選項，其中有2個是銀行，所以我覺得銀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到底是農業銀行還是建設銀行，我們就要去聽一下了但是 A 郵局 B 博物館，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那我們來聽一下這個人在做什麼，他是在哪兒，或者他要去哪11，兒。您好，請問這附近有農業銀行嗎？有，你往前走，到路口向右拐就能看到。女的要去哪兒？好，那這個問題他問的不是女的在哪兒，而是女的要去哪兒。這個呢非常簡單，因為你直接就聽到了答案。請問附近有農業銀行嗎？那有，他要去哪兒？他要去農業銀行。這個問題特別簡單，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這樣的問題其實是比較少的大部分的問題是那種不直接告訴你答案的。所以呢，這樣的情況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聽清楚他們在做什麼。那剛才我們聽的這段對話是女的在問路她在問路，然後男的回答她，所以這個女的要問的地方是農業銀行，說明她想去的就是農業銀行。好，這個是地點的詞彙。那麼我們現在呢，再來做一個練習。
A 是酒吧，那酒吧裡邊發生的故事和內容大家要了解。B 是機場，剛才我們說過了。C 是郵局，D 是火車站。那麼這樣的場合大家一定要熟悉起來，會聽到什麼樣的內容呢？我們來試一試。2，這是機票，你拿好。謝謝，多虧你送我過來，不然我真沒法準時到機場。他們現在在哪兒？好，那麼你選擇出來了嗎？我相信這個問題對於大家來說也是非常容易的，因為你也聽到了完全一樣的答案，那就是機場。但是呢，有可能有一些同學呢會有一點點猶豫，因為他說的是不然我真沒法準時到機場。有很多同學会以為我沒到機場，但是其實這個句子是多虧你送我過來，不然我真沒法準時到機場。這個句子的意思是我到機場了，因為你送我，所以我現在已經到了。如果你不送我，我就沒法到了它是这樣的一個句子。這樣的句子呢，在漢語裡邊比較多，但是呢，它其實是有一點點難的。同學們呢，要對這樣的句子熟悉起來，能夠明白它真正的意思是它已經到了還是它沒到。那這樣的內容呢，希望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好，那所以答案應該是機場。那如果你聽到了機票這個詞，其實就應該有所準備，這是機票，所以他們要去機場，要登機。好，這是我們的地點詞那麼關於地點的這個考試呢，其實並不是特別難因為一般來說這些地方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而且這個對話內容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那請大家呢聯繫一下我們在前邊學過的人物、還有職位和關係這樣的名詞那個部分我們也提到了，比如說爸爸和孩子的對話，老師和學生的對話，或者是售貨員和顧客的對話，那個对话裡邊也可以告訴你他們是在什麼地方，那這些都是相關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放在一起來進行學習。好，這個是地點詞，比較簡單，所以我們做2個練習，我們就可以過去了那我們現在呢，重點是要看一下第10個，那就是方式方法。那在 HSK 4級或者3級裡邊，如果問你方式方法，那很有可能問的是你怎麼去一個地方，走路去，還是坐火車去，還是坐飛機去。那麼到了 HSK 5級呢，那怎麼做就一定不是那麼簡單的內容了。我們一般來說會遇到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是別人告訴你的，還是你自己上網查的，還是你通過什麼方式得到了這個信息，看電視，還是看電影，還是看報紙等等，你是怎麼知道的？那另外呢，還有比如說怎麼付款，比如說租房子的時候押1付3，什麼意思呢？如果我這個房子1個月要5000塊錢，那麼我第一次住進這個房子的時候呢，需要給他5000塊錢作為押金，押金就是 deposit。然後呢，我還要再給他3個月的房租。那1個月的押金，3個月的房租放在一起呢，就是4個月的錢，那就是2萬塊錢。那這個是在北京或者在中國，大部分的租房子的人都會採用這樣的方式。那怎麼付款租房子的時候是押1付3。那買東西的時候呢，可能會遇到，比如說先付50%那到了以後再付50%，或者是那我先下单，然後你給我東西，然後我再付款，就是先送貨後付款。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那付款的不同的方式，再比如說，還有一種付款方式是分期付款。那我应該給你2000塊錢，可是我一下子不能拿出来这麼多錢，那我怎麼辦呢？比如說，我這個月給你500，我下個月再給你500，下個月再有500，最後一個月再給你500，那這就是分期付款。像這樣的付款方式，同學們一定要熟悉起來。怎麼吃？是炒着吃，還是煮着吃，還是蒸着吃還是烤着吃？做菜的方法大家要學習一下。怎麼受傷的你是騎自行車的時候受傷的，還是踢足球的時候被別人撞到了，還是自己不小心摔倒了等等，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那麼怎麼租到房子的？比如說你的朋友給你介紹的，還是說同事告訴你的，還是說你找了一個中介，還是說你上網找了一個房東？那這樣的不同的方式，同學們一定要了解而且熟悉，特別是有可能像租房子的方式、付款的方式，有可能和你的国家不太一樣。那如果不一样，你如果不了解這個，你听到的時候就会覺得非常難。所以呢，一定要多去學習一下這樣的方式方法。那另外呢，我們的這個方式方法裡面，除了這些，可能還有一些別的這個方式方法。那我們遇到的時候再來說。那我們現在呢，先來看一個練習。A 是貨到付款，你先給我東西，然後我再給你錢。B 是分期付款，我每個月付你一點錢。C 是先付一半定金，一共是1000塊，我先給你500塊，等你把東西給我，我再給你500塊。D 是簽合同後即付款，簽合同以後馬上付錢。那麼一看 ABCD，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問的是他是要怎麼付款，那你要注意去聽一下他是怎麼付款的。所以這個時候呢，你聽的時候你是很有針對性的，你知道自己應該去聽什麼。我們來試一試。7. 關於付款方式，合同裡是怎麼規定的？貨到付款，支票或現金都行，確認到賬後開發票。合同規定怎麼付款？好，那你已經聽到了完全一樣的詞彙，那就是貨到付款，支票或者現金都行，確認到賬後開發票。那這個是公司和公司合作的時候，購買的時候呢，常常採用的一種方式這是貨到付款。那你聽清楚了嗎？特別是 B、C、D， 大家也一定要了解它們的意思是什麼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練習。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練習。我們看 A 被燙傷了， B 滑冰摔倒了， C 划船時碰破了， D 跑步時拉傷肌肉了。那我們看一下 ABCD 就知道，一個人一定是受傷了，但是他是怎麼受傷的呢？這個是我們需要了解的內容。那我們聽的時候就一定要注意聽一下，是燙、滑冰划船還是跑步導致了受傷，這個請大家一定要注意。20. 小王，你的腿怎麼了？別提了，週末去滑冰，不小心摔了，把腿上的肌肉給拉傷了。小王的腿是怎麼受傷的？好，小王的腿是怎麼受傷的？
那我們在這個對話裡邊聽到了兩個詞，好像 B 和 D 都有，對嗎？那到底是 B 還是 D 呢？我們既聽到了滑冰，也听到了拉傷肌肉。那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我相信同學們可以判斷出來。正確答案呢，應該是 B， 滑冰摔倒了，摔倒了以後拉傷了肌肉。所以呢，滑冰不小心摔了，把腿上的肌肉給拉傷了。那麼拉傷肌肉是对的，但是呢，並不是跑步，而是滑冰導致的。那麼有很多同學如果沒有提前認真的去看的話，也很有可能會選擇 D。所以在5級考試裡邊，有的時候會給你一些 trap， 一些陷阱。那這樣的情況，請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聽清楚，為什麼啊？他是怎麼受傷的？是因為滑冰摔倒了，然後肌肉拉傷了。這個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這是我們的方式和方法。然後我們再來看一個練習。A 是看廣告， B 是通過中介， C 是朋友介紹， D 是親自找房東。那麼看到 A、B、C、D， 我就知道他問的是他是怎麼找到房子的。那麼我們看了 A、B、C、D 以後，我們了解了找到房子有4種方式。那我們現在要去聽的就是對話裡邊的人是怎麼找到房子的。我們注意聽。12，這房子真不錯，你是直接找房東租的嗎？不是，我當時找了一家中介，和他們簽的合同。女的是怎麼租到房子的？好，女的是怎麼租到房子的？這個和我們猜的是一樣的。那麼大家在對話裡邊也是聽到了2種租房子的方式，一種是直接找房東租的嗎？一種是找到了一家中介。那麼女的到底是哪一種呢？我們相信同學們應該已經做出来了，那就是通過中介啊。我們在5級聽力考試裡邊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他會給你2個答案，但是2個裡邊只有1個是對的，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你聽到了2個聽上去都是對的，但是要注意只有1個是对的啊。就像我們在前邊呢介紹時間的時候是一樣的，他給你2個時間，只有1個時間是对的，那你自己要去判斷哪一個時間是對的。像在這裡邊他提到了2種，那麼只有1種是對的，所以你要聽清楚到底女的是用了哪一種。因為男的問他是直接找房東租的嗎？不是啊，那不是這個前面這個就是已經否定了，它是不對的。那後邊女的說，我當時找了一家中介，和他們簽的合同。那答案當然應該是 B。好，那這是我們的第10種問題。在 HSK 5級考試的第1部分裡邊呢，常常會出現1個或者2個這樣的表示提問方式的題目，請大家要注意一下。剛才我們提到過的這些怎麼知道的、怎麼付款的、怎麼吃、怎麼受傷、怎麼租到房子，這些請大家一定要熟悉不只是熟悉這些問題，而且你一定要熟悉具體的方式有哪些，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你得知道怎麼受傷的，有摔傷的，有曬傷的再比如說我們剛才看到的燙傷肌肉拉傷、碰破了、擦破了皮膚等等，這些受傷的方式方法，你如果不了解，可能你在讀的時候或者聽的時候都會有問題。
所以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去学習，包括我们刚才说過的做菜的方法啊，租房子的方法，付款的方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考試的时候经常会考的。所以呢，請大家在下課以後認真的去學習。那麼現在呢，我們學完了方式和方法，學完了地點啊，我們就要開始學習第11種問題了。所以呢，我們要先休息一下，然後再來學習第11種問題，問的是狀況。我們一會兒來學習吧。